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幕君。得了斯罗萨后，路飞星人搭乘狂热粉丝巴托罗密欧的船赶往左岛，突然天降冰雹，将巴托的船砸得千疮百孔。因为船上没有航海士，巴托的手下只好打电话给远方的阿婆求助。阿婆居然告诉他们，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会遭到天谴。巴托吓得不敢使用平常果实的能力，硬挨冰雹袭击。眼看着船就要被冰雹击沉了，路飞赶紧用机关枪拦截。其他人一看路飞动手了，这才纷纷帮忙。经过一番激战，总算是挨到冰雹停止，将船保了下来。众人累倒，纷纷昏睡。而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神秘女子。半夜，路飞和巴托起身解手，突然一个黑影从夜空中飘过。路飞仔细一看，朦胧的睡眼一下子亮了起来。那个黑影居然是一个肉腿。路飞想也没想扑了过去，巴托随即也跟着扑上去。二人掉进海水中，失去力气。这个肉腿的另一边，有人用钓鱼线控制着，把路飞和巴托抓到了水上摩托上，控制起来。船上的其他人被吵醒，水上摩托队立刻展开攻击。原来他们是东海的一个名为糖果的海贼团，带头的红发女就是海贼团的总长。乌索普发现路飞被红发女的人抓走，立刻发射一枚绿星拦截。红发女只会全员躲避，乌索普的攻击扑了个空。弗兰奇跳出来进行辅助进攻，但他的左手机枪也全部打偏。糖果海贼团一边进攻，一边由远处发炮进行掩护。索隆用寻常招式很轻松的应对炮弹，结果他切开时却发现这个炮弹里藏着很黏的粘鸟胶，胶液洒在索隆等人身上，把他们死死粘住。看起来这个骑着水上摩托的海贼团对草帽团一行人的攻击招式十分熟悉，应对的轻松自如。红发女见草帽团已经无力反抗，赶紧带领手下撤退，回到自己一伙的大本营银矿岛。银矿岛是一个临近德雷斯罗萨的孤岛，岛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银质要塞耸立着，要塞上的银光把周围的海面映射得闪闪发亮。路飞和巴托被带到了小岛上，巴托被人抓到矿洞里挖矿，路飞则被关在了监牢里。看这个糖果海贼团的领头人红头女的意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抓路飞，但是具体要干什么还不知道。红发女来到牢房查看路飞，她告诉路飞，用不了多久，他们的老大秘鲁就会对他行刑。在那之前，有必要告诉路飞，他的同伴所乘坐的船已经被击沉了，现在他的同伴大概已经掉进海里淹死了。这种说辞，路飞当然不信，和红发女吵了几句。如果不是肚子太饿没有力气，路飞可能已经掰开牢房的铁门跑出去和红发女干架了。路飞饿难受，又发脾气又吵闹，红发女实在受不了，就塞给了路飞一块巧克力，终于让他暂时安静了一些。秘鲁老大登上舞台验收成员们的狩猎成果。这个海贼团现在干着以清除竞争对手为理由，到处捕猎悬赏海贼的勾当。秘鲁看到价值5亿的路飞被推上舞台，很是兴奋，然后开始了他个人的洗脑演讲。台上台下的成员们都被秘鲁的话洗得大脑一片空白，任凭秘鲁摆布。秘鲁是熔融果实的熔炉人，身体是一个超高热的熔炉，它能够融化矿石，制造出任何物品。秘鲁使用招式要将路飞变成雕像，路飞无法行动，只能挨打。这时候巴托从地下跳了出来，挡下了秘鲁的攻击。为了救自己的偶像，他可是凭着一把镐头从地底下硬生生挖上来的。秘鲁立刻让手下们上台干掉巴托。巴托虽然双手被粘住，但是还是非常轻松的将冲过来的打手全部打倒。这时红发女上台迎战，巴托看到红发女后凑过去寒暄几句。这个红发女曾经是巴托的青梅竹马，两人基本上是一起长大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红发女对巴托十分仇视。路飞滚动束缚自己的铁球，巴托紧紧跟在路飞后面。路飞用铁球撞开敌人后，直接顺着坡道和巴托人逃走了。红发女率领鬼火少年立刻骑车去追，巴托推着路飞走了很久，结果还是被红发女和他的手下追了上来。巴托推着路飞疯狂逃窜，红发女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发射炮弹攻击，炮弹将地面炸开一道很深的裂痕。路飞和巴托、红发女顺着裂痕掉进了地下。这里好像是经过人工开采的一个矿洞。路飞看到矿洞四周布满了轨道，这时一个奇怪的家伙顺着轨道向他们滚来，他是秘鲁的手下滚滚果实能力者推车人。推车人瞄准路飞直接撞了过去，巴托眼疾手快推开路飞，接着和红发女二人一起推着路飞狂奔。推车人从身上掏出炸弹，在后面不断轰炸三人。巴托因为手被粘住，无法摆出可以释放屏障能力的手势，这时候除了跑也没别的办法了。巴托和红发女踩着路飞的铁球，在轨道上不受控制的逃窜，速度不断飙升。
来到一个岔路口时，二人情急之下转向到了右边的轨道。轨道的尽头是一个画着骷髅的木板，撞开木板，三人直接掉入了一个更深的坑洞中，那是地下的最底层。然而就算是最底层，四周也遍布轨道，推车人很快就会追杀过来。此时的红发女也在推车人的追杀目标中，但是红发女坚信秘鲁不是那种伤害同伴的老大。当初自己和巴托一起由东海出身，本来说好一起努力到达海贼的顶点，没想到巴托却自己率先出海，跑去追寻自己的偶像草帽团。红发女无奈之下带着手下出海去找巴托，结果中途被不明船只袭击遇难。危急关头，是秘鲁向他伸出援手，给了他装备，让他重新将自己的海贼团组建了起来。因此对红发女而言，秘鲁是他最信任的人。三人正说话，一群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寻了过来，他们将路飞三人带到休息的地方，用热水帮助巴托拿掉了手上的强力胶，但是对路飞身上的铁球却没有办法。经过巴托的询问，这群矿工道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本来并不是矿工，而是秘鲁手下的海贼，因为得不到秘鲁的赏识，被推到了这个地下最底层的矿洞里，没日没夜的挖矿，成为秘鲁的奴隶。而那个推车人是负责看守他们的守卫，只要他们想跑出去，就会被推车人干掉。红发女根本不相信矿工说的话，在她的心里，秘鲁是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同伴的。这时，推车人快速赶来追杀三人，在轨道上与红发女狭路相逢。推车人直白地告诉红发女，秘鲁的命令就是连他一起杀掉。红发女拔刀砍向推车人，推车人狂扔炸弹进行无差别攻击，将巴托和红发女都炸翻在地。推车人看到藏在矿洞深处的路飞，立刻掏出一个钻头猛冲过去，钻头一下子刺进了路飞的铁球里。不过幸运的是，并没有刺中路飞，而是把铁球刺出了裂痕。路飞稍一用力就将铁球挣开，推车人立刻切换紧急状态，装备了2门大炮和一个手持铁锤。路飞冲过去，一巴掌将推车人的铁锤敲碎，接着启动2档，用蒸汽机枪破了推车人的炸弹雨。推车人眼看情况不妙，跳起来就跑。路飞不甘心地追上前去，巴托随即跟在路飞身后，利用自己的果实能力强行变更了轨道。推车人绕了回来后，被路飞用蒸汽火箭炮打倒。巴托沉浸在与偶像并肩作战的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推车人被打倒了，矿洞里的工人们就可以逃出去了。可是工人们却不敢再逃了，即便是守卫推车人被打倒了，但是逃出去如果被秘鲁发现的话，还是会被打回来，说不定还会被浇成熔岩变成石像。红发女犹豫了一下，决定和路飞一起逃出去。她要找秘鲁做个了断，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个死，不如出去搏一搏，不成功也要成人。其他矿工海贼受到红发女鼓励，终于燃起斗志，随着路飞一起向出口爬去。路飞等人刚跑过第一条轨道，就遭到了秘鲁手下的埋伏，无数门大炮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狂轰乱炸。路飞等人落脚的轨道被摧毁，众人掉回地面。路飞使用气球招式做了缓冲，保护众人不被摔伤。巴托摔在路飞软软的肚子上，露出追星男孩的幸福笑容。天桥轨道很快被炸毁，巴托站起来，用屏障能力将大家保护起来。秘鲁的另一个手下赤膊男站出来准备干架，受秘鲁之命，这里的所有人都要被活埋。巴托用出冲击屏障将赤膊男弹开，接着使用阶梯屏障制造出一条直通地面的阶梯，紧接着偶像路飞向地面逃去。不过这一招有一个风险，就是巴托将有限的屏障用来做阶梯，就没有其他的屏障用来防御了。赤膊男命令手下进行炮弹雨攻击，路飞等人无法防御，只能拼命地向出口跑去。在出口处，秘鲁的另一批手下已拿着高温火焰枪等在那里。路飞等人刚露头，数支火焰枪一起发射，滚滚热流扑面而来。命悬一刻时，一个冷酷的声音在众人身边响起：屠宰场。接着警卫们贝罗传送到众人面前，用自己的武士刀展开了熊熊烈火。路飞紧跟着一招相枪，将出口的杂兵全部清理干净。众人终于跑出了矿洞。赤膊男见打不过路飞等人，只好绑架了红发女的手下，逼红发女和路飞等人就范。突然天降一束剑光，捆绑红发女手下的铁链被人隔空展开。索隆站在悬崖边上，目露凶光的紧盯着赤膊男。巴托看到索隆登场后，双眼直冒星光。之前赤膊男的强力胶炸弹让索隆倍感不爽，这一次特意找过来报仇。赤膊男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对着索隆继续发射强力胶炸弹。索隆用一刀流迅速将炸弹展开，接着使用3刀流黑绳大龙卷，将赤膊男和他的小弟全部砍飞。红发女准备去找秘鲁好好做个了断。路飞等人不想在这个地方浪费太多的时间，转身向另一条路奔去，打算回到船上。这时一坨黏糊糊的熔浆从天而降，将通往海岸的小桥熔断。秘鲁主动上门，找到路飞，准备强送一波人头。
红发女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秘鲁会攻击自己人。秘鲁则告诉红发女，他根本没想过要带着这些海贼去做什么世界的顶点。他不断地给手下的海贼洗脑，利用海贼替他赚钱，让他过上奢侈的生活。本来秘鲁对红发女也只是利用关系，当初继承红发女海贼团的就是他，救了红发女的也是他。他利用了红发女的信任，让红发女成为自己的手下，死心塌地的给自己效力。红发女愤恨的浑身发抖，眼泪从眼角中流出。当初自己那么信任的人，居然是这帮嘴脸！红发女大喝一声，向秘鲁冲过去。不过比红发女更愤怒的是路飞，他最讨厌耍动同伴感情的家伙。路飞在红发女冲过去之前，启用二档闪现到秘鲁面前，一拳将他打倒。秘鲁从自己的身体里掏出2把砍刀，路飞用武装色一拳就将秘鲁的刀子打断。秘鲁又掏出斧子继续猛砍，路飞躲过秘鲁的攻击，接着弹出一拳击中秘鲁的腹部，将他的斧头也一并击碎。接着冲过去再补一拳，将秘鲁打倒。本来十分嚣张的秘鲁，在路飞的手下居然过不上一招。这时红发女的手下赶来救援，红发女本想当众戳穿秘鲁的阴谋，但秘鲁恶人先告状，告诉那些小弟，红发女已经背叛了大家。现在他准备和路飞联手，摧毁自己的海贼联合。众人一听，这还了得，惩治叛徒责无旁贷。大家没有再听红发女的解释，骑着摩托车冲过去。秘鲁打算利用这些小弟做挡箭牌，自己在后面掏出一个大口径的机枪，将路飞暗杀。路飞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个霸王色霸气将这些人震翻在地。挡箭牌没了，躲在后面的秘鲁一下子就被发现。路飞闪现冲过去，锤烂了秘鲁发射的炮弹，将秘鲁一拳锤进地下。秘鲁一直以来都与新世界的怪物大富豪泰佐洛合作，他将抢来的钱全部都孝敬给了泰佐洛。现在秘鲁被路飞轻松打败，泰佐洛的手下大头人跑过来，对秘鲁表示了失望。这样一来，泰佐洛就可以终止与秘鲁的合作。为了攀上泰佐洛这艘大船，不让泰佐洛把自己抛弃，秘鲁决定拼出性命和路飞做殊死对决。他疯狂地吞咽矿石为能量，过量的矿石让秘鲁的身体膨胀数倍，就连大地都被烤得沸腾起来。秘鲁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滴落岩浆，视觉效果看上去就跟赤犬的岩浆果实差不多效果。秘鲁带着邪恶的笑容向路飞这边走来，红发女吓了一跳。秘鲁这个样子分明是想把整个岛屿都融化掉。三人决定先撤再说。秘鲁一见三人要跑，从背后射出3条熔浆，巴托挡在前面用屏障扛了下来。秘鲁不断的发射熔浆，熔浆流很快就将三人包围其中，三人落脚的地方越来越小。红发女稍不留神滑下悬崖，巴托一把将红发女拉住，另一边又用屏障替路飞挡下了秘鲁的熔浆攻击。秘鲁驱动熔浆滚滚袭来，巴托用冲击屏障将涌来的熔浆撞开，给己方开出了一条通道。秘鲁从熔浆中站起身，浑身披着银质铠甲，他伸出手臂制造出一个火球。路飞使用3档武装色灰熊枪，秘鲁用火焰硬刚，但最终没能刚过路飞，被路飞一拳打飞出去。巴托兴奋的双眼一直飘星星，一边泪流满面。虽然秘鲁被打败了，但岛上的矿石却依然不停地被这些熔浆所溶解，熔浆越来越多，眼看着逃出去都很困难了。整个岛屿都在慢慢下沉，草帽团这边眼看着银矿岛要被吞掉了，十分担心路飞的安危。索隆看了一眼路飞的生命卡，完好无缺，证明路飞一点事没有，十分安全。这时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红发女骑着水上摩托载着路飞和巴托正从海面上赶过来，成功登船。灾难之后，巴托邀请红发女登上自己的船，像从前一样一起冒险。红发女想了想，拒绝了巴托的邀请，自己又不是路飞的粉丝，干嘛要和脑残粉一起冒险呢？经过这次的事情，红发女再也不想依靠任何人，她决定自己重组并发展自己的海贼团，用自己的力量登上海贼的顶峰。巴托一听有人居然要和路飞抢海贼王的位置，气得和红发女大吵起来。红发女最后将巧克力送给路飞和巴托，招呼手下们一起骑着水上摩托车离开了。